Amy， 歡迎嚟到 Amy in UK 嘅 channel。之前預告咗咁耐，今日嘅影片終於帶大家嚟到位於康和嘅聖邁克爾山聖 Michael's Man 啦。由 Penzance 出發嘅話，無論坐巴士定係自駕遊，車程都係大概12至20分鐘。中意行路嘅話，由 Penzance 沿住海邊行75分鐘左右，就可以抵達聖邁克爾山啦。聖邁克爾山係一個潮間島，係英國少數唔使過橋就可以抵達嘅島嶼。退潮嘅時候，旅客可以徒步由沙灘前往聖邁克爾山。潮漲嘅時候，因為條路會俾潮水吞沒，所以就只可以坐船出入啦。因為島上面冇售票處，所以如果諗住入場參觀，就要提前喺網上買飛。另外，亦都要記得喺出發前記低潮漲同埋潮退嘅時間，以免回程嘅時候條路俾潮水淹沒，需要臨時買飛坐船或者需要涉水離開。由 Penzance 坐巴士前往聖邁克爾山嘅話，最近嘅巴士站就係呢一間高都芬旅館嘅附近。喺旅館隔離仲可以幫一對海豚雕像同埋後邊嘅聖邁克爾山影相。因為我嗰一日早咗2個站落車，所以就沿住海邊行咗一陣。途中會經過一片草地同埋一個沙灘遊樂場。沿住沙灘出邊嘅呢一條路向前行，會見到一個提醒想去聖邁克爾山嘅遊客要提前買飛嘅 QR code。然後仲有一個今日有手工藝會嘅告示，可惜我嗰日冇時間去行啦。呢張海報好搞笑，大概因為係海邊嘅關係，所以建議遊客至少要保持1隻海豚嘅距離。因為抵達附近嘅時候仲未到預定嘅入場時間，所以我就去咗沙灘附近嘅咖啡廳食嘢。呢度有賣全日早餐、三文治、吐司、司康、布朗尼、蛋糕等等，仲有唔同嘅嘢飲。我就點咗個熱朱古力，雖然佢啲鮮奶油滲晒出嚟，不過個味道係好㗎。另外仲有個牛排餡餅 steak pastry， 等我切開佢俾大家睇下啦。可以見到入邊有牛肉、薯仔，熱熱地都幾好食㗎。食完早餐就正式向聖邁克爾山出發啦。喺頭先對高都芬旅館右手邊嘅一條石頭路向下行，行樓梯落到去沙灘，穿過沙灘之後就會嚟到通往聖邁克爾山嘅嗰一條路啦。沿住呢條路行7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聖邁克爾山嘅山腳。望向左手邊可以見到退潮之後一片狼藉嘅沙灘，望向右手邊可以見到平時藏喺海水下邊嘅海草同埋石頭，亦都可以見到比較多嘅沙灘。有啲人甚至會選擇行沙灘嗰一邊，而唔係呢邊嘅石頭路嚟到去前往城堡。呢條路除咗有人行之外，仲會有人踩單車同埋揸車。因為可能會出現人車爭路嘅情況，所以行嘅時候就要小心啦。嚟到嚟呢個入口就要出示電子飛先可以入得去啦。望返轉頭，原來已經行咗好遠噶啦。穿過入口之後就轉去右手邊，呢條路嘅左邊係露天嘅咖啡廳，右邊就係退咗潮嘅碼頭。行過咗咖啡之後，轉過嚟左邊就係一個展覽廳。呢度有介紹由 National Trust 維護同埋經營嘅旅遊景點同埋古蹟。雖然呢度介紹咗12個康和嘅景點，但我只係去過聖邁克爾山呢一個啫。呢度仲有對聖邁克爾山入邊嘅各種收藏、教堂、船、水陸兩用車等等作出簡單嘅介紹。隔離就介紹咗聖邁克爾山嘅必睇收藏同埋拍照景點。呢邊就介紹咗淨係喺星期4、5先至開放嘅花園。呢邊就介紹咗負責維護聖邁克爾山嘅 National Trust 同埋聖 Aubin Estates。隔離呢就係各種重建同埋翻新嘅工程。呢度有對聖邁克爾山居住嘅村民同埋工作人員嘅訪問。呢邊仲有播放一段關於聖邁克爾山嘅影片。雖然呢段片並冇對聖邁克爾山同埋山上面嘅城堡作出詳細嘅介紹，
不過因為有啲角度同埋片段需要長期喺呢一度住，或者只有工作人員先至拍得出，例如航拍、縮時同埋季節變化嘅影片，所以我覺得都值得花一啲時間喺度將條片睇完嘅。如果你成日去旅行，尤其是會去 National Trust 負責維護同埋經營嘅地方，就可以考慮一下加入呢度嘅會員啦。如果要搭船嘅話，就可以喺餐廳或者紀念品店買船飛。行完展覽館就繼續向城堡嘅方向行啦。朝住呢個方向行，前面有紀念品店、大草地、賣雪糕嘅鋪頭同埋廁所。首先就去我最中意嘅紀念品店行下啦。右手邊可以見到城堡嘅大相，前面就賣好多唔同嘅紀念品，有鐘、有畫、有杯墊、有杯、有碟，有色彩鮮豔嘅毛巾同埋餐盤。我幾中意呢一個設計師嘅配色同埋畫畫嘅風格，啲雀仔都畫得好得意啊！仲有用城堡做封面嘅記事簿、曲奇同埋餅乾，有唔同口味嘅花生醬、蜂蜜、朱古力，有顏色清新、設計簡單但係賣相吸引嘅碗、碟同埋杯，有唔同香味同埋包裝嘅手工皂，有封面顏色鮮豔、睇起上嚟好吸引嘅園藝書、烹飪書、旅遊書同埋繪本，仲有日曆同埋好有童趣風嘅心意卡。行完紀念品店就出去繼續行啦。喺呢一度會見到聖米克爾山嘅第一段樓梯。行完樓梯就上斜坡，右手邊有一片草地可以坐低休息一下先至繼續行。行去城堡嘅路上會經過一間好細嘅屋仔，屋入邊放住一個彩色嘅牛奶樽，同埋牆邊一啲顏色好樸素嘅壺同埋盤。喺隔籬嘅介紹好似係最近有一個藝術活動，會喺康和唔同嘅景點放一個好似咁樣嘅彩繪牛奶樽，不過我就唔係好識欣賞啦。睇完之後就係時候繼續向城堡嘅方向行啦。轉過嚟右手邊就係去城堡嘅方向，可以見到前面有一條好長嘅樓梯。頭先悠閒咁樣行咗咁耐，就係時候做下運動啦。行完樓梯之後又係一段斜坡，沿路會經過一個傳說中嘅巨人之井 The Giant's Well。 再行前啲就會見到巨人之心，你有冇發現佢究竟喺邊一個位呢？就喺呢度㗎。沿住呢條碎石路繼續向前行，冇幾耐就會見到前面嘅城牆啦。兜過城牆之後就係更多嘅樓梯，不過再堅持多一陣就可以去到城堡啦。到達城堡之前可以喺呢一度同啲炮台影下相，都可以影下城牆後邊海天一色嘅風景。影完相休息夠就繼續向前行啦。沿住樓梯向上行就係一個有少少窄嘅入口。行過接待處之後，轉過嚟右手邊嘅第一間房，可以見到牆上面掛咗唔少嘅武器同埋防具。呢一邊幕牆就有城堡嗰個家族嘅家徽，可以見到呢度條走廊都幾窄㗎。轉過嚟呢一邊呢，就去到另一間房啦。呢邊嗰間房都係幾細下㗎，見到擺咗張台，然之後就已經冇乜位啦。牆上面就掛咗唔少嘅人像畫，仲有一啲嘅木雕、瓷器擺設，同埋一個古老嘅鐘。台上面就放咗好多嘅黑白相，可以見到呢一度放咗唔少尺寸唔細嘅人像畫。睇完呢間房就去隔離間房啦。呢度呢就有好多擺喺迷你畫框入邊嘅人像畫，牆上面就掛咗好多嘅油畫、素描，有人像、有風景、有動物。穿過走廊就嚟到另一間房啦。呢邊係好有書卷味嘅書房，可以睇到呢度嘅書房都唔係好大。書房隔離就係會議廳，可以見到呢一度有好多人啦。牆上面就掛咗一啲好長嘅風景畫，
房中間就放咗一張長台，愛嚟開會或者食飯用嘅。可以見到牆上面有一啲嘅立體雕刻，聽講上面雕刻嘅人像每一個都有唔同嘅姿勢同埋表情，完全冇重複噶。跟住呢一邊呢，就有佢嗰個家徽。呢間房就連玻璃窗都好靚，不過全部都帶有宗教嘅影子。呢度仲有啲禮拜用嘅銀器。間房個天花板就係咁嘅樣嘅，呢度望出去個海景就係咁樣樣嘅。睇完會議廳就移動去下一個房間啦。喺呢一度可以望到出邊城堡嘅頂部，咁就出去睇下啦。可以見到呢度企咗唔少人喺度欣賞緊城牆出邊嘅風景。左手邊就係城堡嘅教堂，行上去城堡嘅角落就可以睇到城堡出邊嘅海景啦。可以睇到今日個海係非常之平靜噶，雖然個天唔算好藍，非常之多雲，陣間仲唔知會唔會落雨添。然後呢邊有個古代人用嚟睇時間用嘅日晷，沿住城牆一路向前行，可以睇到另一邊嘅海景。由呢一邊望落去，可以睇到城堡下邊嘅花園，見到有啲綠油油嘅樹，有啲禿嘅草地。左手邊嘅話就可以睇到之前行過嚟嘅嗰一條路同埋碼頭。呢邊有一間唔准遊客入去嘅休息室。呢一邊呢，就可以清楚睇到之前嗰個碼頭同埋行過嚟嗰條路啦。行咗一圈之後就過去教堂嗰邊睇下啦。沿住呢一邊嘅石製樓梯一路向上行，轉過去左手邊，穿過呢一扇黑色嘅門就係教堂嘅內部啦。可以見到入邊都有唔少嘅人啦。同之前行過嘅房相比，呢一個教堂相對比較大一啲，個樓底都要高好多。一睇佢嘅石牆就有一種歷史悠久嘅感覺。呢一度嘅玻璃窗都好靚，而且每一扇窗嘅設計都唔同，每一扇都值得好好欣賞一下。呢度有個天使斬惡魔嘅雕像，有一個十字架石燈籠，有一個好大嘅風球。呢邊就係祭壇後邊嘅位置，見到有十字架同埋一啲好靚嘅玻璃窗。睇完教堂就去另一個房睇下啦。轉過去右手邊就係另一間房啦。呢邊就放咗一啲花，兩個含情脈脈咁睇住對方嘅雕像。直行過嚟嘅呢一間房又係封咗，唔俾遊客入去睇嘅。佢本身應該係一間睡房嚟嘅。隔籬間房呢就掛咗好多嘅航海圖。對地圖有興趣嘅話，就可以喺呢一度研究一下以前同埋依家嘅航海圖究竟有啲咩唔同啦。呢度仲有個城堡嘅模型，呢度有個火爐，火爐上面有隻疑似木乃伊貓。呢邊就有個天平。睇完航海圖之後，就行樓梯去下一間房啦。呢邊嘅樓梯兩側放咗好多唔同嘅人像畫，有古代嘅人像畫同埋現代嘅人像畫。下面嘅走廊呢，就掛咗好多黑白嘅素描，大部分都係呢一個聖邁克爾山周圍同埋聖邁克爾山城堡嘅風景畫。穿過走廊又係一條向下嘅樓梯，轉過嚟右手邊就會嚟到兵器房。兵器房入邊有一套由日本天皇賜予俾城堡主人嘅武士盔甲，可以睇到呢套盔甲都保養得幾好噶。仲有好多大刀、長槍、長劍等等嘅武器。如果中意武器嘅話，就可以喺呢一度研究一下古代嘅兵器啦。呢邊有一個唔知係真定係假嘅碼頭。呢邊牆上面就有一把仲高過我嘅長劍。再行嗰啲就有一條唔俾遊客過去嘅樓梯。睇完兵器房之後就繼續向前行啦。穿過呢一個好似隧道嘅地方，又見到一張地圖。呢邊本嚟有一個博物館房 The Museum Room 嘅，但因為進行緊翻修工程，所以就冇對外開放啦。再望下右手邊呢啲發生海難嘅畫同埋聖邁克爾山嘅風景畫，前面就係出口嘅位置啦。臨離開之前嘅呢一條走廊，可以見到牆上面掛咗好多唔同嘅畫，
右手邊嘅畫大部分都係同軍隊出入聖邁克爾山相關嘅，可以見到有唔同嘅軍人制服。再行前啲就係依家嘅海灘，見到有啲人喺度玩水玩沙。喺走廊左手邊掛嘅就唔係畫而係相啦，可以見到有船、有直升機，仲有由高空俯瞰聖邁克爾山同埋山上面嘅城堡嘅相。行完城堡之後就順住原路行返斜坡同埋樓梯返去啦。同以前去過嘅華威城堡相比，聖邁克爾山嘅城堡比較細同埋冇咁華麗，不過周圍睇下影下相都可以行到2個鐘頭以上嘅。可惜我去嗰一日花園冇開，因為花園淨係喺星期4、5先至開放，所以如果要行埋花園嘅話，大概要預3、4個鐘頭喺度慢慢行啦。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呢趟旅程就咁就結束啦，因為最令我印象深刻嘅事跟住落嚟先至發生。由於臨走之前花太多時間行紀念品店，回程嘅時候兩邊嘅水已經開始浸上嚟啦。去到條路中間，仲要好似前面啲人咁除鞋涉水過去添。途中見到有人將相機擺喺出邊嘅岩石上面影片，好好奇究竟佢出嚟嘅成品會係點啊！等到啲潮水完全淹沒條路之後，影出嚟嘅相同埋影片都幾靚嘅。好似前面啲人咁樣行出去條路出邊，仲可以影到一種有輕功水上漂嘅錯覺添。好，嚟到呢一度，我嘅康和之旅就準備結束啦。下次我哋就離開海邊去湖區嗰一邊睇下啦。咁我哋下一段影片再見。